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装药盒啊，这个药盒还是要装的。一看药盒空了啊，那么又到了周日。OK，对，现在还没有人啊，这个挺好。哎，没有人，好久没遇到过这个没有人的直播间了啊，是不是发个推去，然后再对。一个人，哎呀，赶快上来发一个沙发呀！这个一个人的机会不多呀。然后先打口水。嗯，放在这上面。哎，搞定。沙发，好，欢迎啊。我想想，把这个放过来。对。昨天发现，哎呀，这个老范还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初4就从娘家返回了，等到初5的时候，沙尘暴啊，非常非常严重的沙尘暴，而且呢，就是石家庄周围还在有山火啊，那个确实是很吓人的山火。居然可以烧那么大的火。但是现在呢，据说是明火已经都扑灭了。是大风啊，在大风带来的这种叫做高压线短路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山火，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好，这个有沙发的了啊，大过年的，大家点赞啊，这个，哎，现在我已经看开了啊，想点就点一个，这个懒得点也无所谓啊。然后，对。然后这里，好，过年好啊！这个过年期间难道没有看节目吗？啊，这个咱们节目中间停了1天吧，基本上还都是在按时录制啊。去这个娘家之前呢，先录了2条，所以呢，过年期间还是有一些节目。大家过年都吃什么好吃的了啊？跟我讲一讲啊。这个我过年呢在石家庄啊，然后遇到了好久好久没有吃到的一个饭馆，叫做大青花啊。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饭馆。当然了，饭馆很喜欢，但是里边吃的东西已经变了啊，就是牌子还是这个牌子。
当然是不是原来那波人已经没法说了。其实很多呢，我们吃到的这种饭馆，就是它好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从一个地区流行起来，然后在北上广深啊，在全国各地去铺开，铺开了以后呢，这个北京、上海就有可能因为房租啊，因为这些原因就逐渐消退掉了，就没了。甚至我不知道它在原来的这个产地还有没有。然后在一些这个就是小城市里边，因为啊品牌管理可能也不是很严格啊，那么原来这些地区经理就继续用这个牌子再继续做，可能跟总店也未必有什么关系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这个大青花给我做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跟大家讲讲这大青花的故事吧。最早呢，我吃到大青花，它是蒸饺啊，它是满族蒸饺，是在沈阳啊，这个它算是沈阳啊，从沈阳起家的一个饭馆啊，这个它的装修很有意思，都是放的各种清朝的什么大炮啊，或者是各种清朝的这种装饰啊，这个家具啊，都是用的这些东西。当然，我在沈阳，他们放的好多都是那种伪满洲国的这种伪文物啊，就是说伪满洲国的哪个什么总督啊，或者什么人用的这种什么什么文件柜啊，就把这玩意儿摆在屋里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菜呢，就是东北菜啊，一方面是东北菜，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蒸饺，就是满族人吃的饺子是蒸的啊，咱们汉族人好多是煮的呀，或者什么这样的。它呢，其实类似于什么老边饺子，就是大家知道沈阳有一个特产叫老边饺子，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煸嘛，叫煸炒啊，就是它的馅儿是熟的。咱们北方人做饺子，就北京人做饺子都是生馅儿，然后直接把它煮熟。但是呢，老边饺子那个馅儿是熟的啊，这个蒸出来以后呢，味道非常好。然后这个大青花呢，清朝的大青花呢，它是这个也是蒸饺啊，最有名的就是最好吃的是鲅鱼馅的蒸饺啊，那个非常非常鲜。他们呢是一边点这个菜，一边点饺子，然后这个菜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特点是这个你点，比如3个菜吧，他能送你2菜，反正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显得那个生意做的特别实在，就是你肯定吃不完，就好多人点菜的时候呢，就可能点的就多，而且呢是按照自己的这个饭量去点，点完了以后呢，他再给你送啊，这个基本上你是吃不完的啊，显得特别特别实在。最早的大青花呢是，据说是一帮这个无业者吧，是不是劳改释放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这么一拨人在沈阳火车站前面去开这个东西，没有执照啊。然后呢，后来就被这个沈阳的这个政府去查嘛，是税务还是工商我忘了啊，去查去。查到他那儿呢，他说那这个就啥也别说了呗，你进来吃吧。啊，然后这帮人反正也是吃拿卡要习惯了，就进去吃。吃完了以后呢，说咱这说的了，你这个执照啊什么的你怎么弄呢？他说这个您出来看啊，就站门口您瞅一眼啊，然后这个工商税务就站在门口，然后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服务员啊，剃着大光头什么的啊，往门口咵嚓一跪，说爷您得给我们留口饭吃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传承下来了啊。后来在北京也开了好几家。都很大的店面，然后因为它还是在做蒸饺，在送啊，然后所以它店面非常大。再往后呢是在石家庄啊，在很多这个地方就都开始有他们家的门店了。然后呢，没几年吧，大概火了有那么2年啊，然后北京这边的店就逐渐都关了啊，它实在是经营不起这个东西，或者说他们整个的管理体系上还是相对比较松散吧。然后石家庄的呢就留下来了啊，然后但是我这次去吃的时候发现，第一个东北菜呢还有啊，但是正不正宗就没法说了。
第二个呢是这个叫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个门口的小炮还在啊，就是它还是用的这种清朝或者满族的这种装饰。但是呢，没有蒸饺的，只有煮饺的。我说你们大青花没有蒸饺，他说我们就不做这东西了。我说好吧，啊，然后菜也不送了，就是你点多少菜就上多少菜，绝对是一个也不送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可能整个的收缩了以后吧，然后留下了一些这个店面啊，留下了一些原来本地的经营管理人员啊，说我们就接着用这牌子接着做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北京金谷园的饺子怎么样啊？这个没吃过啊。北京呢，原来有一些这个饺子店，我忘了什么大娘水饺啊，什么这种。大娘水饺特别有意思，它那个皮特别厚，而且特别筋道啊。他们就认为说，大家来吃饺子实际上是吃皮的啊，不是来吃馅儿的，所以一定要让这个皮，让你能够咬着有这个感觉。其实我觉得饺子这东西还是蒸的好吃啊，蒸的要比煮的好吃。沈阳还有大青花饺子馆哈，好，挺好。那沈阳大青花饺子馆应该还是蒸饺吧，应该不会上煮饺子吧？饺子馆呢，有一段时间在北京是非常流行的啊，因为饺子馆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不用雇大师傅，对吧？你说这个一个饭馆里，你整个大师傅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而饺子馆里全是小工，而且呢，很适合大家去做这种快餐，啊，你就坐在那儿啊，把这饺子吃完，然后换下一波，翻台翻的也很快。这个它等于是完完全全是劳动密集型啊，这个价格也还可以啊，这个是以前的这些饺子馆。后来呢，这个大家还是喜欢去吃菜啊，然后这个厨师的成本怎么解决呢？就是像西贝这么解决啊。这个你这个店面里的厨师可能只会用剪刀，不会用菜刀的一帮人，所以呢，他靠预制菜把这个饺子馆都给挤死了。所以现在的饺子馆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给大家炒菜吃啊！你光靠饺子这事儿是，基本上这个就没法整了。上海很久以前吃过，感觉菜量很上海，而且比边上东北小馆贵1倍啊！你菜量不能很上海吧？反正我们在北京啊，在这种地方吃的，还是相当的这个什么来着？就是量还是挺大的啊！一边看老范，一边让科 Sir 写代码啊，这个挺好的。大青花基本就是杜撰的啊，后来1999年开始的这个杜撰，我就不知道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的吧。反正你吃个饺子嘛，有个故事陪着你一起吃这个饺子，不也挺好的吗？对，老边饺子，北京反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以前是有过啊。这个原来北京，比如说老边饺子呀，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狗不理包子，就是这个所有蒸的东西出来，就这个店面都特别有意思。他们呢，点菜啊，但是点完了以后呢，就是特别点饺子、点包子这些东西，然后你要等它出锅，他最后会告诉你说我们这一锅出多少。它是一整锅很多笼屉，然后一起出来。他不会说你点几个这个，比如说几屉饺子，然后就专门给你蒸这几屉，不会干这个。它是整个的那种大屉啊，然后那个蒸完了以后，就是大家现在一起上，这上完了以后一起吃，所以这个可能也确实不太方便，这个让很多人这个去吃出不一样的东西来。这个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吧。上海当年就煮的啊，那煮的肯定我觉得是不对的啊。大青花这个东西一定得是蒸的，煮的不好吃。
其实很多东西呢，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变样啊。你比如说烧麦，对吧？咱们吃过这个烧麦，有发面的，有死面的，还有这个就是死面的纯肉烧麦是号称内蒙烧麦啊，就是羊肉的，然后呢那个面是烫面的，里头是没有发泡的，对吧？你像广东的，哎不对，它有那种像水晶烧麦或者水晶蒸饺那种东西，是一种啊，还有一些烧麦是，哎，是不是烧麦都是死面的？我忘了有没有这个发面的烧麦了，我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烧麦好像都是死面。上海烧麦就是在里头搁糯米啊，搁这些东西，但好像也是死面的。包子是这个什么的啊？是这个叫什么来着？是发面的啊。所有的这个饺子，这个烧麦都是死面的。疫情前啊，西翠路上有一家老边饺子，疫情结束后就没了。好吧，我觉得这些东北菜可能确实不太适合做这种事情。内蒙烧麦真心吃不惯啊！想当初还是，南方的烧麦啊，这个跟馄饨好吃。这个馄饨呢，有一段时间是，就是北京还有那种叫什么吉祥馄饨啊，什么还有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店就是那种大馄饨，或者叫什么菜肉大馄饨。就是上海馄饨实际上有两种啊，一种是大馄饨，一种是小馄饨。我呢是很喜欢吃大馄饨，就是完全当饭吃了。但是后来北京的吉祥馄饨哈，基本上也都关了。现在其实餐饮啊这些东西都很难。今天给我妈打电话，她说：“哎呀，这个过年去各种庙会啊，各什么这种，这个游园会啊，人可多了。但是呢，卖不出东西去啊，就是这个人家那摆摊的都是特别特别惨。现在呢，就是大家还是出门啊，四处溜达，溜达完了以后呢，啥也不敢买。这个中国现在整个的消费啊、经济啊这一块依然啊，这个面临严峻的挑战吧，应该这么讲啊，这个是官方的说法，是吧？肯定不能说我们经济不好。沈阳人只吃过一次老片饺子，感觉不好吃，还不如喜家德好吃。喜家德我也吃过，喜家德呢其实比较贵啊，喜家德是比较贵的。老边饺子，我觉得酸菜的呀什么这个还都挺好吃的。上海有发面烧麦，我还真没吃过啊。就我原来印象里好像是有，但是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应该从来没吃到过发面烧麦。你说大青花如何啊？我说是之前是杜撰的，我没说不好。哪段是杜撰的啊？这个，我没太看懂啊。这个大青花可能就是他这个，叫什么这个故事吧，就是他们开业这故事。因为我呢也是人家请我在沈阳大青花总店吃饭的时候，给我讲的这故事啊。但是这个我也就是把这故事再跟大家复述一下，对吧？这个也没法考证这个是真是假。馄饨，北京有馄饨猴啊，馄饨猴真的没法吃啊，那个我吃过一次，又贵又难吃。预制快餐灾区就是馄饨啊，都速冻预制啊，这个您真没见过什么是预制菜啊？这种快餐真正预制的呢是煎饺。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就问人家，我说这个很多饭馆嘛，那时候在上海在盛大上班的时候就问人，应该是，09年到11年左右吧。
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个好多那个店面也是做饺子？我说为什么只做煮饺子不做蒸饺子？他说蒸饺子这个东西呢，就是容易再加工啊，就是你先弄熟了以后，然后再搁这儿，再热一下啊，这个是比较容易做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煎饺。他说这个上海这个当时是地铁站外边这些小店小铺都是卖煎饺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先煮好了，然后搁在这儿这个现热啊，就是你随时想要这个一锅卖完了以后，再把这个煮好的这个饺子啊，或者煎好的饺子再重新搁在上热一下就可以去卖，所以他们那个就是有可能是可以卖好几天那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是卖不出价钱来，所以这个店面里只能卖煮的，不能卖煎的啊，也不能卖蒸的啊，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吧。呀，糟糕，那个掉出来了，没扣好。好，然后十几年前在上海吃的什么十里香馄饨，给我馋的啊，那个大个馄饨比馄饨猴可好吃太多了，馄饨猴真的没什么可吃的，反正我是吃过一次，而且他们这些就是，你比如像这种以快餐闻名的这些小吃，它其实很痛苦啊，因为为什么呢？原来这些东西都是给穷人吃的。你比如说狗不理，它呢店面很贵，牌子也很贵。你进去以后呢，他希望你是点菜吃啊。你如果说我进来吃2屉包子走了，他根本收不回成本来。所以后来狗不理想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四处授权去卖狗不理的这个包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狗不理包子本身这个东西做的很贵啊，要不然你没法支撑这老品牌啊。馄饨猴其实也是这样的问题。你必须要去炒菜吃啊，然后呢，要去这个把东西卖的非常非常贵。然后啊，当年东北滑雪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看过农村里的二人转啊。这个二人转它是个荤段子，就是真正的二人转不能上农村去看。我们当时在东北看二人转都是在澡堂子里啊，就是那种应该叫浴室吧，就是桑拿呀什么上那儿去看去啊，这个才能看到正经的二人转。水晶虾饺用的是米粉皮啊，是这样的啊，米粉皮。但是那个呢，反正经常这个做的不好，上来它是破的，因为它那个东西韧性比较差。去过成都吗？肯定去过呀。国内呢，一般大城市我应该都去过啊，就是省会。我拉萨没去过啊，就是除了拉萨之外，应该所有的省会我都去过。成都的中水饺我就觉得一般啊，实在是吃不太进去。然后成都好像也有一些馄饨吧，这个但是没什么印象。发面应当很难做烧麦的啊，厚厚的皮上面开个口，确实它就没办法把那上面那花做出来了啊。这个我觉得卡尔家厨还是比较懂这个厨艺的。要准备多少药啊？这个我刚出去揉面啊，揉好了回来还在加药啊。这个药肯定是不能停了，那怎么办呢？这是1个礼拜的药啊，就是反正我们的节目就是每周日啊不定时的装药盒，但是总会装。装的时候呢，因为装药盒这个过程比较无聊，所以呢我就喜欢找人来陪我聊着天，然后去装这药盒。十里香不是上海的，是福建的啊，好吧，类似于沙县。哦，那我就没吃过了。上海的生煎
有2种流派，上海生煎的发面有2大流派，全发面和半发面。哎，不会吧？我上海吃的就是小杨生煎啊，它算哪种啊？我觉得上海生煎就是发面的。反正上海生煎吃不好就是一身油啊！我是在上海被滋过一身油，给我烫的呀！啊，那个真是没法整。但是上海人吃生煎呢，他们叫生煎馒头啊，不叫生煎包，有一套特别复杂的流程啊，先要咬个小口，然后把醋倒进去，喝一口，然后再倒出来。反正他们吃那点生煎，就那一小勺醋啊，这个还不能把它弄干净了啊，这是一套。然后当时是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是包子啊，比较有意思是汤包。开封第1楼的包子，然后还吃过西安的贾三包子，这都属于是有汤的啊。当时吃这个东西呢，讲究的是这个叫什么呢？给你一碟醋啊，如果你越吃这个醋越多，就是你把这个汤都落到那个醋碟里了嘛，就属于叫不会吃的啊。会吃的呢，应该是越吃啊，这盘子里的醋越少啊，而且呢。这个等于是要把这个醋倒到这个包子里头去吃嘛，它反正有不同的吃法。但是现在你要再想找包子店啊，就已经比较难了。北京可能也就是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当时咱们圣上去吃这个包子店啊，还在四处开，但是他们这种店呢也不怎么挣钱啊。这个包子店很难去承受这个成本压力的。因为最大的成本是房租。水晶皮破是蒸久了啊，是的，这个其实好多这种饭馆，就是你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它就容易蒸的久了嘛。水晶虾饺不是米粉皮啊，是什么啊？这个叫什么澄麦皮是什么东西？小麦中提取的淀粉。再制成的无筋面粉是吗？这个我怎么感觉它那个样子像是米粉皮呢？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东西叫燕皮馄饨？是福建，应该是我想想哪儿来着？是福州的还是厦门的那个特产啊？那玩意儿是真好吃啊，好像是福州的。就是我原来就是每次到福州都要去吃那个燕皮馄饨。它那个燕皮呢，其实是肥肉和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筋道。你吃的时候，就是一点都不会感觉到那东西是肥肉啊，那个玩意儿是真好吃。如何看待篦子？亏大了啊，这个都没心情谈吃的了啊。这个最近是不是比特币暴跌了啊？这个那没办法，跌就跌呗。全发面的不正宗啊，外地改良品种，正宗的是微发的面。北京的白菜肉包啊，茴香包子好吃的不得了，但是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了。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是专门有人做那种大包子，但是实在是这个不挣钱。日本国债崩盘进行时啊，第6大寿险日本生命损失了360亿美元，同比激增115%。日本金融机构压力正达到极限，这是加息搞的还是减息搞的啊？这不知道了。啊，有人打赏啊，欢迎啊！这个网络安全法后会不会很难看到老范讲故事了？应该不至于啊，因为所谓的网络安全法呢，它主要是处罚的这些提供这个梯子服务的这些人啊。对于我们这些人呢，其实还是跟原来状态一样啊，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日本啊，上海生煎的馅儿也有2个流派。清水的和浑水的，浑水的做的是肉皮冻多汁儿。我觉得我吃的小杨生煎应该就是这个
浑水的吧，就是反正是应该是肉皮冻的。小杨生煎呢反正后来也是开成连锁的啊。现在去上海吃小杨生煎也是很贵啊，而且呢店面很小，因为大了它实在是支撑不起，必须是快速的去迭代啊，就是快速的翻台，否则他们会赔的。但是好在是小杨生煎还是在很多上海的这种很繁华地面还有。现在好像日本啊，还有很多地方都开了有小杨生煎。燕皮的就是十里香馄饨的常规品啊，那就是所谓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什么呗，就是福建的嘛。正宗70后上海人表示，上海没有死面活面的说法啊。第一次我也是听河南朋友讲的啊，吉祥馄饨，还有新亚大包啊，现在都还在，但是基本没有品牌溢价了。除了回忆啊，我们小时候觉得好吃的弄堂的和老字号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就看运气了啊。如果家门口正好有个小店啊，有祖传手艺的师傅，一旦资本化就没了哈，好吧。好比各种生煎和小笼、馄饨，还是家里包的好吃。可是现在除了60多岁的，都是买这个盒马现包的馄饨，不过正宗的小馄饨更难吃到了。这个是。其实呢，一方面是资本的问题，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法传承。哪个年轻人说，哎，我们这个传下来一馄饨铺子，我们还愿意去包这个？没有。像北京呢，就是我们家原来有一个，就旁边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好像叫老许家的猪肘猪蹄儿啊，有这么一家。当时呢，还有一个《舌尖上的北京》还给他们拍了一集。说那老头呢反正是哪个酱肉园里头学出来的啊，大概也是有手艺的。然后呢他就退休了嘛，自己在那儿开了个小店啊，就在我们家旁边，卖他们家的这个猪肘子和猪蹄儿啊。而且呢他是必须是自己蹬着3轮车上那个东发地去买去啊，而且买的是德国的猪肘和猪蹄儿。买回来以后呢，是一层猪肘一层猪蹄儿，再加上它这个秘制的这个配料啊，然后一起去煮出来的。说这个猪肘子里头的这个脂肪呢，会到这个猪蹄儿里去啊，然后猪蹄儿里头这个胶质呢会到肘子里去，确实是好吃啊。很多人都是叫这个美团外卖啊，或者叫什么人啊，专门跑腿去给他买去。后来呢，这个就开始传承嘛。老头后来好像现在应该不在了，也是传承了以后，这个几个儿子啊，一开始是说愿意干，后来说不愿意干啊，反正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开了几个连锁店，然后也整成中央厨房了，就基本上没法吃了啊。现在换了几个牌子以后啊，就反正店还在，但是味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这种东西传承很麻烦。什么不可能的给国家创收还交税，国家巴不得啊。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正常你去做自媒体，其实没人管你啊，特别是在大城市其实是没人管你的。还有这种做电商跨境电商的，做游戏的，做这些东西的，你不挂梯子你根本就没法干活啊。所以你只要关键看你说什么，就是你做什么。就是你比如我录了 YouTube 这个事儿不重要，但我在 YouTube 里头比如骂人了啊，骂了这个一些不该骂的人啊，那就容易出事儿。还有呢，就是咱们这种节目啊，不温不火的都没什么毛病，对吧？你说我放一期节目多了有个1万多次2万次的播放，少了也就几千次播放，这种东西谁管你啊，对吧？根本就不会有事儿。但你说，哎，我是录了个节目啊，一把火了，这个几十万、几百万啊，甚至上千万播放了，
对吧？那比如说再骂了个人啊什么的，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是就是这个东西跟你做什么关系不大。1、2、3、4、5、6、7，都倒出来的放回去。80后假上海人表示，都放肉皮冻，和苏派一个做法。好吧，这个我没见过清水的啊。浑水派一半一般是半发面啊，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宣松的全发面里头很多汁水啊，肉汁儿啊，这个都吸进去了啊。半发面也是上海正宗的啊，全发面也是上海正宗的。当然，这个其实生煎原先也不是上海的，生煎原来是哪儿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像贾三包子和那个就是西安的贾三包子和这个，开封的吧，开封的第一楼包子，实际上都是死面的啊，因为它里头有汤的。我这个确实是有汤的这个包子，你要是完全发开了是有问题的。这个但是生煎是发面的啊，这个我是吃到的。哎，生煎好像也有这种，好像也有不太发的啊，这个好像我也吃到过。吉祥和新亚都不是上海的啊，吉祥不知道哪儿的，新亚是上海的，好吧，这个就不知道了。新亚食品嘛，如果说的新亚食品最早是北京的啊，新亚是杭州的，好吧，大家反正就慢慢凑吧。说都放肉皮冻就不是正经的上海人，好吧，那就这个就是不懂经的上海人。假上海人表示啊，如果不放肉皮冻会被嫌弃乡下人吃法，这个不知道了啊。现在上海的这个，反正我上次去上海还吃过，上次没吃啊，上次就是以前去上海还会去吃小杨生煎，现在对这个事儿已经没什么想法了。就跟小笼包用发面一样，小笼包好像有的是发面的啊。小笼包呢是，比如杭州还是四川，我忘了哪儿了，叫龙眼包子，那个东西绝对是发面的。你像北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包子来着？就是这个一般也都是发面的啊。天津狗不理也是发面的。烧麦皮是半烫面啊，这个就不是那么懂了。我是说生煎是全发面和半发面啊，生煎没有不发面的，好像也有，我好像吃到过不发面的生煎啊，就是那个面是就跟那种灌汤包似的，是那种死面的，我好像吃到过。但是你说正不正宗这事儿我就没法讲了。呀，今天咱们赛博吃播了一晚上啊，这个也是蛮开心的。咱们在讲各种咱们在国内吃到的这种面点啊，从包子、饺子、蒸饺、煮饺、煎饺，啊，这个灌汤包啊、小笼包、大包子，再算上馄饨啊，然后又说到这个，叫什么呢？说到这个烧麦啊，咱们都捋了一遍啊，还包括燕皮的和这个水晶虾饺啊，咱们都讲到了。还有哪些？大家在国内吃到的这种包子、饺子之类的东西啊，面条不算啊，面条、饼都不算啊。大家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看看是不是都这个，都提到了。拜个晚年啊，这个还没出年呢啊，这个15之前都没出年啊，也给你拜年啊，给大家拜年。看看我是不是算吃的比较齐全了啊？这个就是包子、饺子这些东西。吃播好，对，就是吃播好。快，这个大家再提供一些。很想念上海王家沙，
八宝饭啊，王家沙原来北京有过店啊，上海也我好像还在上海没吃过，但是北京原来有过，三里屯原来有一家，但是后来好像就不见了啊。王家沙八宝饭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啊。你像西安很多饭店吃的这种叫真糕，其实也是类似于八宝饭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反正怎么说呢，糯米的甜甜的，然后其他的真的没什么想法了。我们这里新泽西有家叫老吴上海小龙餐厅，餐馆啊非常好吃，比国内的小杨生煎好吃。这个有时候有的可能就是你适应了啊。新年好范哥啊，你也新年好。那个猪油加大把的糖啊，是猪油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反正是这种东西就是，上海好像有这个东西，但我没在上海吃过啊。我主要印象里是在西安吃这个东西。胶东的是切馅水饺和包子好吃。什么叫切馅啊？这个可以给解释解。胶东我觉得印象里好像也是很多鲅鱼馅的东西，就是很多鱼馅的饺子。上海的大湖春就是不放肉皮冻的啊，不是没有一点汤啊，包子也有汤。大湖春我还真没去过啊。现在都是走出去，国家对出海都比较支持啊。这两天 X 上面关于老高的假信息很火啊。这个老高都出来辟谣了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辟谣的，跟着磕着呗。北京枣糕不错啊，这个枣糕现在已经没了啊。这个而且他们那个枣糕跟正常的其实不太一样。真正就是五道口排队的那个枣糕，实际上是枣味儿的蛋糕啊。它是把枣打碎了以后和面，然后做的蛋糕啊，那个味道很强。真正的枣糕是用这个发面里头搁的大枣啊，而且我忘了是去核还是不去核的了啊。那个东西其实也很好吃啊。在北京，你比如说像紫光园啊，他们就去卖这种呃枣糕啊。但是呢，它有的是这种枣的切糕，是黄米、糯米，然后跟枣搁在一块蒸的一大块啊，然后你切着吃的也有。然后还有的就是面的啊，这个还有一些是枣的发糕啊，这个也有。所以枣糕呢，其实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比较宽泛一些。以前用青草上色啊，现在都是色素了啊。这个我看这说的是什么啊？是八宝饭吗？来也啊，这个范爷晚上好啊，你也晚上好。我们日本有一家上海东北啊，上海东北菜是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没看懂。面食啊，各种烧饼啊，烧饼其实，好吧，今天咱们不研究烧饼的事儿啊。哦，我突然想起来，我还吃过一种啊，就是新疆烤包子啊。那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没吃到过正宗的，我觉得，就是我在北京啊，在什么这种各种新疆饭馆里去吃的这个烤包子，我觉得都非常不正宗啊。第一个是很小啊，然后呢，肉和馅儿都很少。烤完了以后，反正我总感觉吃的不太对头啊。这个新疆烤包子我没吃到过正宗的啊，有吃到过正宗的，或者说这个正宗的标准应该如何评判的，可以跟我讲一讲。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湖春就在楼下，从来就是肉皮冻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八宝饭用猪油，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八宝饭是用猪油的啊。因为我觉得八宝饭是凉了也能吃啊，不会说凉了吃了拉肚子呀。因为你一旦用猪油的话，经常是凉了吃了会拉肚子的。而且八宝饭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热啊。你像这个在这个比如北京有一个叫紫光园啊，他们是回民馆的，他们家做的这个其实他们就不叫八宝饭了，他们叫真糕啊。那个东西都是凉着卖的，但是人家回民馆的嘛，肯定不会是猪油啊，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现在大湖春早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厨子了啊，这个就没法整了。
切馅儿就是把原料切成丁儿啊，炒一下再包饺子或者包子。哎，这还真没吃过啊，以后有机会要去吃一吃去。周二，川普实行新的关税，从10到15了。老范整理一下，出个视频呗。这没法整理，对吧？他这个现在跟美国的最高法之间还在折腾呢，所以这个事儿它属于一个很临时、很随意的事情。如果这种事大家都就各个国家认真对待的话，就真的输了啊！说青团啊，青团。哎，对了，我想起来有一个东西在哪儿来着？在四川那个东西叫叶儿吧？它呢是用我忘了是什么菜叶子了，反正是一种菜叶子，绿色的蔬菜叶子，上面是糯米，然后里头包的是肉，然后蒸着吃的啊，那个东西真的很好吃这个就是你说到青团，我想起这玩意儿来了这个呃，但是后来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还能吃到后来就再也没吃到过了叶儿吧。四川还有一种东西叫蛋烘糕这个我小时候吃过，再长大了以后呢，就都变成这个机器猫里的铜锣烧了，就没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后来是不是就突然消失了。现在的烤包子90%那个皮比城墙还厚，是的，就是人家正经的烤包子呢，应该是生的包子搁在那个馕坑里烤出来的。但是现在在北京的这些新疆饭馆的烤包子，应该是蒸熟了以后，然后再去搁在煎锅呀，搁在什么里头去煎一下，所以完全两回事儿。这次日本亏得最惨这个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给美国，然后是台湾这个那就不知道了。那反正承诺了也得给呗，那怎么办呢？烤包子大块肉多层酥烤包子是多层的酥皮壳吗？乌布蛮多乌市乌鲁木齐蛮多好吃的。哎，其实我去过乌鲁木齐，但是我到乌鲁木齐好像主要就是吃了馕和各种烤肉，到了乌鲁木齐就没想着去吃烤包子。八宝饭要放很多猪油我春节刚做过这个好吧，那以后八宝饭就没法吃了。八宝饭都是热着吃的凉了没人吃。这个看来我吃的很多就不是八宝饭我吃的很多应该是真糕这个可能还是有差距的。让韩国投资美国3500亿还是多少忘记了韩国还没有完全答应，没答应给他加税。目前各国都对新关税很重视，包括大国，那反正等呗。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还是会要怎么说呢？还是得拉几次抽屉吧。就是以目前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最终结果。我小时候清明前都去打青草做青团。这个青团这个东西是上海美食还是日本美食，我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三星海力士在美国建厂了。这个反正看吧。乌鲁木齐去大巴扎吃，这个看什么时候再出去玩吧。现在应该短期内不会去乌鲁木齐了。现在吃惯了烤的东西水煮的东西吃不下去了为什么会吃惯了烤的东西？你不在国内吗？国内各种东西都是煮着吃的。去乌鲁木齐大巴扎吃烤包子那里还是比较正宗的好吧。这个有机会再去吧，反正北京这边我觉得应该都不行。馕呢，反正我也没觉得吃到过什么好的咱们今天都说这有馅儿的这个没馅儿的以后再说。下次咱们想办法说一期这个没馅儿的这个大家提醒我这个下礼拜天去这个装药盒的时候，咱们说这种各种各样的没馅儿的这个面食什么饼馕什么这个烧饼火烧对吧对，你要说有馅儿的话，这个馅儿饼也算还有包括北京的京东肉饼也算是有馅儿的但是那个我觉得就真的怎么说呢，馅儿饼有些还挺好吃的像原来北京有卖那个叫麦兜馅儿饼的，
可脆可脆了啊，那玩意儿据说是在香港那边传过来的，但是后来也都光了，也都没有了。日本川普挑的时间也很会找日子啊，刚好是中国股市开盘，股市还没开盘呢吧？应该是礼拜二才开盘吧？说日本关税惨了的是不明白啊，日本是庆幸还没达成日本是庆幸还好达成了协议啊，管控了不确定性，好吧？日本觉得欢欣鼓舞啊，我终于可以给美国爹发钱了啊，好开心。江浙有用糯米粉做的炊圆里面包，炊圆里面包着肉馅吃的，吃的时候放酱油，可好吃了。这个您打点逗号行吗？你这玩意儿让我咋断句啊？北京的懒龙，哎，懒龙我吃过啊，那玩意儿真的挺好吃的。北京还有一饭馆叫大懒龙啊，就专门做这个东西啊。哎，我记得以前还吃过一个东北菜馆叫小土豆，后来好像也不见了啊，在北京好像就彻底没有了。刚想推荐北京一好吃的烤馕啊，下周再说啊，这个没问题啊。但是烤馕我真没吃出什么好吃的来。烤包子纠正一下啊，不算酥皮啊，面粉没擀油啊，类似鞋底烧饼那种分层，好吧？那这还是有差异的啊。这次中国关税减少很多啊，基本上在12%左右了。川普第一阶段加到继续啊，这个不知道，这个等川普来呗。你像他3月31号到4月几号要在这待3天，对吧？总要给他一些这个先涨价再降价的一些东西呗。咱们每年双11都玩的这个把戏，川普也得玩啊。馕很好吃，不过我没吃过大国的馕，馕我真没吃出什么好吃来啊！这个我没想明白馕为什么会好吃。这个老范啊，咱换赛道吧。老范讲故讲做美食嘛，这个肯定比现在的流量高啊。这个美食啊，咱只能说啊，你要真做的话做不了啊。第一个是没这手艺，第二个呢，做饭的视频是需要很复杂的这个拍摄环境的啊，需要多视角，然后还要剪辑，那个非常麻烦，成本实在太高了。日本是哑巴吃黄连，没有啊？日本可以说我赢麻了呀，这没问题，对吧？人家愿意说，你管得着人家吗？这次肯定是硬扛的国家有利啊，这个快速妥协的国家玩砸，这个咱不用想这个，大家都可以说我赢了啊，这个硬扛的也说我赢了，美国也说我赢了，这个交了钱的也说我赢了，这没毛病，大家都赢了。是石破茂达成的协议啊，没有想到啊，法院判决只用了10个月，这个没看懂这段什么意思啊？这次肯定是妥协的国家有利啊，硬扛的还在忐忑，忐忑算个屁啊，对吧？你以为那是一个普通人吗？那是个国家领导人，他们去忐忑去呗，人家拿着这份钱就该干这个活。过年好啊，大家都过年好，川普后面的官司只会输。但是怎么说呢？它相关的法律条款也很多啊。这个大家不要认为，这种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一成不变的啊。这么多年下来积攒的这种旧条款也有很多，而且作为一个总统面对法院来说呢，就是以快打慢啊。法院永远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啊，而总统速度很快。而且这一次虽然最高法判了说这个东西是违法的，但是具体怎么办，他也没说啊，说发回下级法院来去决定这个已经收的关税怎么办，谁也不愿意担这责任。这种事儿，在川普下台之前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告诉你。最好吃要去印度餐厅啊，这个把馕玩明白了。哎，印度餐厅做馕吗？这我还真没明白。哎，你巴基斯坦餐厅你告诉我有馕，我还能理解。印度餐厅不是做飞饼吗？但是飞饼里也有馅儿啊，这个咱们没有超出范围。印度飞饼
啊。这个但是印度餐厅呢，特别是他们那种咖喱，就是那种辣咖喱，我其实吃不太惯。我能够吃日本咖喱啊，就是不是很辣那种黄咖喱，这个红咖喱我都是可以吃的啊。但是真正的印度咖喱受不了。关税退款，司法部现在不想退，这个没法说啊。现在一帮的民主党的州长在那联名说咱们退啊，这反而就是怎么说呢？宰卖爷田不心疼，对吧？收都收回来了啊！你说你退，你说咋退？根本没法退。感觉建国跟大法院在做局啊，一个皮鞭一个糖，哎，这个反正让他们慢慢折腾去呗，给咱们表演这些故事，咱们只管看着开心就完了。你管他谁输了谁赢了呢？好啊，咱们差不多聊到这里了啊，我还得上传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过年啊，这个可能怎么说呢？年前反正接着做呗，有节目就接着录啊。这个过年以后大家好好上班，老范接着在家给大家录节目。好，那么就到这里，大家下周愉快，再见。